某个正在遭受末日危机的异世界，将4名现代学生给召唤来当勇者拯救世界。4人分别使用剑、弓、枪以及盾，非常传统的套路。但我们的主角尚文却偏偏是这其中的盾之勇者。没错，这部番剧讲述的便是以无限升级的盾牌为武器拯救世界的奇幻冒险故事。但和传统的冒险文又不太一样的是，故事一开篇，主角便遭到陷害和背叛，直接黑化，不再相信任何人。手里盾牌也伴随着他内心的改变开始进化，夜盾、灵气盾、诅咒盾，每种盾都有不同的能力。废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将一口气看完《盾之勇者成名录》第1季的全部内容。喜欢该系列的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故事一开始，宅男大学生尚文在图书馆里捡到一本奇怪的书，突然一阵金光从书里传出，下一秒他便穿越到了异世界，身旁还有几位和他穿一样现代衣服、手持武器的少年，而他的手里则是一面盾牌。听原住民解释，他们4人是被召唤前来拯救这个世界的4圣骑勇者。很快，在国王的召见下，他们依次报上名来。4个人都是还没踏进过社会的学生。剑之勇者炼是一名16岁的高中生，枪之勇者元康是21岁的大学生，弓之勇者树是17岁的高中生，而盾之勇者尚文是正满20的大学生。介绍完后，国王便告诉几人，预言中有一种名为浪潮的东西将带来灭世灾害。在召唤他们之前，第一波的浪潮已经来过了，被本土力量勉强抵挡住了，但之后的浪潮会越来越强。现在距离第2波浪潮只剩下1个月时间了，所以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4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属性面板，他们要做的便是尽快提升等级和实力，准备迎接浪潮。尚文本以为他们4人会组队升级，却没想大臣告知几人，传说武器都具有相斥的性质，所以都给他们安排了原住民同伴。完事后，4人聚到一块交换了情报，才发现原来他们4人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平行世界。虽说都是现代，但不管是人文历史还是游戏漫画都不相同。唯一一致的便是盾士这个职业，不管到哪里都是没人组的废物职业。当然，不仅是他们这样认为，这个本土国家的人们也同样不看好盾之勇者。果然，第2天国王就叫来了一帮本土冒险者，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跟随尚文。就在赵文难堪之际，一名身材绝伦的红发女子站了出来，表示她愿意跟随尚文。就这样，拿着启动资金，尚文带着红发妹和众人分别就出发升级了。红发妹名为麦英，给尚文的第一印象是温柔又直率。尚文暗自决定一定要好好保护她。出城前来到武器店，因为尚文手里的盾排斥任何武器，所以只能先换了套防具，准备妥当便出城了。新手村的小怪在尚文的视野里都被标记着，因为没有攻击武器，尚文只能用肉身硬扛着这些气球怪，用手撸。而反观不远处的炼，挥舞着剑，轻轻松松就解决了。很快便到了黄昏，将这些气球怪材料吸收进盾牌里，终于是开启了技能树。这时麦英却提出，干脆给他也搞一套装备，这样尚文就轻松多了。回到了那家武器店，麦英直接选了一套超贵的防具，再加上对尚文的投怀送抱，成功掏空了尚文的家底买了下来，开了个旅店住下。尚文清算是仅剩不多的钱，心里还是充满着对接下来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第2天一觉醒来，噩梦就开始了。钱和防具都没了，还以为是进小偷了，他赶紧敲响隔壁麦英的门，却半天没人反应。没一会儿，城里的骑士团竟然冲了进来，以国王的命令将他抓进了王宫。一到这儿，他一切都明白了。看着所有人冷着脸看着他，麦英则装作害怕的躲在枪之勇者元康身后。原来麦英竟向国王举报，说是尚文昨晚冲进了他的房间，想强暴他。他迫不得已才向住在同一旅馆的元康求助，才得以幸免于难。确凿的证据便是尚文床上搜到的女士内衣。元康也在一旁附和，表示要不是麦英说等到早上叫骑士来处理，他当晚就想宰了尚文。这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尚文这下才明白，原来麦英从一开始就设下局要害他。这下钱被他偷走了，防具还被他见花献佛送给了二傻子元康，并且所有人都不愿意和一个强奸犯做同伴。国王即刻下令将盾之勇者驱逐出王国。就这样，尚文失去了信赖和尊严，心如死灰的踏上了流浪之路。从今往后，他将不会相信任何人。在出城的路上，那个武器店老板逮住他就要开揍，可被尚文冰冷的眼神吓了一跳，竟意外的选择相信了他，还借给了尚文一件得体的披风。出城后，尚文将心里的怨恨发泄在气球怪身上，一个通宵的战斗，他才勉强升到了2级，拿着气球怪材料准备去卖点铜币，都要被老板欺诈。但如今的他可不是任人捏的软柿子，斗篷里藏着的气球怪吓得老板只好按原价给了他。拿着钱，他第一时间便去把披风的钱还给了武器店老板。接下来的几天，他逐渐摸索出了盾牌的用法，吸收了在药店里偶然看到的草药，解锁了盾牌的升级分支夜盾，可以采集特定植物来提升属性，制作药剂。顺便采了点草药换成了钱币，也足够支撑开销了。只不过从那天开始，他吃什么东西都没味儿，还总会碰到些不长眼的小混混，都被他用气球怪和盾牌给收拾了。就算没有攻击手段，他也不能任人宰割。这一天夜晚的巷子里，一个奇怪的人叫住了他，告诉他缺少同伴的话，他可以提供听话的奴隶。于是尚文跟着他来到了货仓，这里全都是被贩卖的奴隶。因为会签订契约的缘故，奴隶是不会背叛主人的，所以尚文拿着仅有的家当买下了便宜货。这个因为前任主人喜欢拷打而患有精神障碍和疾病的亚人，名为拉夫塔利亚。签订了契约后，交钱走人。第一时间，他便来到了武器店，给拉夫塔利亚买了套合身的装备。虽说是细胳膊细腿，但尚文可不会联系他，因为他打算将拉夫塔利亚训练成手里的剑，他来防守，拉夫塔利亚进攻。
就这样，有了能挥剑战斗的帮手，升级进度总算是要比他用拳头撸要好很多了。尚文对待拉夫塔利亚虽说严格了些，但还是一直都挡在他身前。他们一块升级露宿。拉夫塔利亚做了小时候父母被杀害的噩梦，尚文也会像哥哥一样安慰他。为了能和勇者大人继续走下去，拉夫塔利亚克服了心理障碍，性格也开朗了起来。两人组是越来越默契了。在一次采矿任务时，他们还碰到了曾经杀害了拉夫塔利亚父母的同类双头犬。面对生理上的恐惧的敌人，尚文站了出来，像曾经的父母一样挡在他身前。最终，拉夫塔利亚一刀接过了恶犬，战胜了心魔，两人相拥而泣。随着等级的飞速提升，身为浣熊种的拉夫塔利亚仅仅1周时间就从一个小丫头长成了大美女，但似乎尚文一点也没察觉到，他眼里只有解锁了无数技能的盾牌，多到都懒得数了。第二次浪潮即将来临，在这之前，尚文替拉夫塔利亚换了把长剑，自己也换了套更好的防具。教会的沙漏能预言出浪潮的准确时间，于是他们便来到了教堂，和其他3位勇者一块等待着倒计时。第二波浪潮准时降临了。无数的骷髅大军从天而降，王国的重心当然是放在了中心点的 BOSS 战那儿，周围的小城镇的死活完全不管。不久前还下过副本的小村子，眼看就要遭殃，尚文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去拯救村子，反正那几个家伙也不太需要他。敌人实在是太多，尚文只好举着盾牌大声吆喝，将所有敌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一边解救村民，一边拉仇恨，吸引了一帮子骷髅。在跳到高点上，倒了点酒，一把火就清理了一大片。村民们看见尚文的拼死相救，也鼓起了勇气，组成了战线，帮勇者大人分担压力。在解决掉一只难搞的精英怪后，战况终于缓和了下来。这时候，王国的骑士团才姗姗来迟，结果天空一霾一散，浪潮已经随着中心 BOSS 的死亡结束了，沙漏颠倒，新的倒计时又开始了。安然度过浪潮，王国为此举行了庆典。为了拿到应有的赏金，不情愿的尚文也参加了。可谁知道，那曾经陷害过他的麦英又怂恿强勇袁康上前质问尚文为什么要奴役奴隶。本不想搭理他，但这时国王也冒了出来，决定让两人进行比武，甚至来决定拉夫塔利亚的自由。刚想开口替尚文说话的拉夫塔利亚，直接就被捂着嘴带走了。尚文不得不接受这场荒谬的比武。可他们还是低估了尚文的实力。虽说攻击性上肯定没有袁康厉害，但战斗经验丰富，用战胜了双头犬得到了黑犬盾束缚住袁康，接着用空气盾让他失去平衡，再将其关进盾牌牢笼里，加上偷偷放进去的气球怪，打得袁康是一点招架能力都没有。可这时场外的卖淫使诈用魔法偷袭了尚文，袁康也抱起反击，最终尚文还是输掉了比赛。他怒视着卖淫使诈，但一眼望去，观众席上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帮他。国王这时也下台祝贺，他这才知道原来麦英是国王的女儿，也就是本国公主。他恍然大悟，原来从一开始就是国王和公主联手在嫁祸他，包括这场比赛都是一早便替他设计好的。那些大臣当然也没有人会站出来指责公主。尚文不甘的怒吼，对这个世界的仇恨越来越浓烈。那还是小个子的拉夫塔利亚面如死灰的接受了契约的解除，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他。他很想扔掉这该死的盾，但却办不到。这时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仇恨令他解放了诅咒系列盾牌的条件。拉夫塔利亚一边的真实情况也和他看到的不一样，他怒骂袁康根本不了解尚文大人就胡乱动手，更是质问他，难道你会去帮助一个患病随时会死掉的奴隶吗？袁康哑口无言。而这时宫永树和剑永烈终于站了出来，表示刚才检查过发现麦英有犯规行为，他们可不是王国的走狗，对待这种不公平的事，他们选择站在了理性一边。这场比武是袁康输了，自知理亏，国王也不再说什么。这时拉夫塔利亚想安慰尚文，但此刻的尚文谁也不相信，封闭的内心不愿再让任何人靠近，他觉得所有人都是在骗他。但拉夫塔利亚上前抚摸着他的盾牌，表示是尚文拯救了他，所以即便是所有人都在指责尚文大人，但他永远都相信他。敞开心扉的真情流露，终于一点点地解开了尚文封闭的内心。终于在那一刻，浓雾散去，再看过去时，尚文眼里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她眼中的世界也终于恢复了色彩。这一次轮到她像个小孩一样被拉夫塔利亚抱着，沉沉地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尚文发现早已经消失的味觉也恢复了，击败浪潮的酬劳也拿到手，尚文头也不回地离开王国了。为了向尚文证明自己的信任，拉夫塔利亚又重新刻下了契约。而正巧奴隶店正在搞抽扭蛋的活动，听得店长吹得天花乱坠，尚文就抽了一个。以后说不定拉夫塔利亚就不用一个人战斗了。因为浪潮救了整个村子的缘故，尚文在周围店铺的名声也好了起来，甚至魔法书店的老板为了答谢尚文救了他孩子，还送了他一本魔法书，虽然暂时不太看得懂。第二天天蒙蒙亮时，宠物蛋就孵化出了一只可爱的小鸟，尚文替它取名为菲洛。菲洛的成长速度奇快，经过了1天的时间，就从只小鸟模样变成了可以骑乘的大小。就这样玩闹到黄昏时分，坏女人麦英和枪勇又来找麻烦了，说是国王将这个村子奖赏给枪勇大人了，为了表彰他在浪潮的英勇表现，以后村子里将会加收巨额的税收。可村民们都知道是尚文拯救了他们，所以便决定还是由比武来定胜负，谁赢了谁就是这儿的领主。当然这一次可不是拳头上的较量，而是赛龙，也就是菲洛和龙骑之间的较量。比赛一开始，不被大家看好的菲洛反倒是一路领先，
但在麦因的指使下，好好的速度竞赛变成了单方面的障碍赛。不过即便是这样，在尚文的一招精妙钝击的助攻下，他们拿下了比赛的胜利。麦因还想反咬一口，这时候却突然冒出几名黑衣人替尚文作证，场上的魔法并不属于他们能用的。麦因这才作罢，灰溜溜的走了。整齐的村子，尚文以一辆马车为报酬，终于算是有了赶路的工具。但他们万万没想到，一觉醒来，菲洛竟变成了一个小萝莉，还是带翅膀的那种。两人组瞬间就变成了一家子。通过奴隶店老板口中得知，菲洛很可能是菲洛鸟里的女王，所以才可以随意变身。这下子可供菲洛穿的衣服就难搞了。服装店老板表示，需要找到魔法师和足够的钱才能做特制的衣服，所以为了筹钱和找材料，他们开始了拉货行商之路。路途上用盾牌制作药剂救人，到第二就拉货卖东西，晚上便坚持学习魔法。很快几人就在这一片打响了名声，被附近人尊称为神鸟圣人。一次偶然的机会，尚文结识了首饰商人，从他手里学到了宝石的加工和附魔，经商之路是越来越熟练了。终于在消息网的不断扩大下，他们找到了魔法师的所在点。一路同行的还有魔法店的老板娘。守护魔法师的怪物是一只狮身蛇尾的凶兽，前肢力量大能抗衡尚文，后尾巴也能洞察出隐士的拉夫塔利亚是个难缠的敌人。不过在他们的默契配合下，还是打倒了怪物，拿到了魔法师。在经过一番繁琐的制作，终于做好了能适应菲洛变化的衣服。大鸟形态时会变成一个蝴蝶结。就这样又过了好几天，他们接到了一个运送除草剂的委托任务。到地儿的发现，村民们的营地都被遍地的藤蔓围在中央。听村民们解释说，这几会魔物化伤人的藤蔓霸占着他们的村子，很多受伤的人现在都还被植物侵蚀着身体。于是尚文用调制好的药剂治好了伤患，本想着赚点医疗费，就赶紧远离这麻烦事时，却听村长说起了事情的来由。原来是枪友听说这边脑饥荒，所以便从附近的遗迹里找来了被封印的植物之种，结果却变成了这副模样。搞了半天，原来是袁康拉的事。虽然很不情愿帮他擦屁股，但村长答应了要付钱，于是他们便进入了村子里讨伐这泛滥的魔物。但一打起来，菲洛和拉夫塔利亚配合却屡屡失误，最后还得是尚文用盾牌改良的除草剂才将这巨树给消灭掉。怕巨树上的果实再危害村子，尚文便让他们将果实给收集了起来。经过了这一战，尚文获得了新的盾牌技能植物改造，第二天就将那果实改造成了能种植的食物，这样就将村子的饥荒问题也给解决了。完事离开村子后，尚文找到了食品商人，成功打通了果实的销路，又狠狠赚了一笔，同时也得到了新的委托，前往问卷乡运送一批货物。于是几人赶在天黑前就到了目的地，完成委托后，顺便在这里泡泡温泉。独自在女生池里泡的拉夫塔利亚听到菲洛竟然在和尚文大人一起泡，心里可嫉妒得很。自从菲洛来了以后，他们独自相处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为了尚文大人不被菲洛抢走，拉夫塔利亚决定要做点什么了。趁着天黑，他准备上矿山寻找一种名为拉提乌姆的稀有矿石，据说做成了恋爱符，特别灵。可就在这时，菲洛的声音传来，原来他一路都在跟着拉夫塔利亚，一下子寻宝就变成了竞赛。可菲洛毕竟还是个孩子，一不留神就掉下了悬崖。拉夫塔利亚为了救他，也一并掉了下去，结果正好就掉在了野猪怪身上。最终两姐妹合力将这猪给宰了，换了点钱。虽然没找到矿石，但知道尚文经常加工材料，买了个小锤子送给了他，换来了尚文溺爱的摸头杀。两人也相视而笑，但心里当然谁也不会认输的。第二天，在路上他们碰到个老婆婆，说前面的村子遭了可怕的瘟疫，已经快撑不住了。那感情好，尚文赶紧赶了过去，这可是卖药的好机会。果然，一进村子就被人认出来是神鸟圣人，救下了一屋子病患后，拿到了不少报酬，但这显然治标不治本。村民解释说，瘟疫可能是来源于魔物之身吹来的怪风，因为前不久剑之勇士杀掉了山里的巨龙，导致尸体腐烂，散发出了某种毒素。看样子这一次又是给练擦屁股了。反正有钱赚，尚文就不管那么多。在菲洛的横冲直撞下，几人完全无视了路上的杂鱼，直接来到了巨龙尸体处。可谁知道龙尸发生了异变，变成了僵尸龙。本想着先撤退，但菲洛鸟和龙之间有着血缘上的仇恨，菲洛两眼发红就直冲了上去。可他哪里会是龙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一不留神就被一口吞进了龙肚里。眼睁睁看着从小养大的菲洛被生吞，尚文内心的怒火再次被激发。曾经他受尽屈辱解放的愤怒之盾再次出现，盾牌面板上一片血红。他就这样一步步走进了僵尸楼。可获得焚烧一切力量的同时，他也被仇恨占据了大脑，变得敌我不分。就在关键时刻，拉夫塔利亚拼着命将他拉了回来，险些就酿成大错。这时，僵尸龙突然挣扎着倒在了地上，紧接着就见菲洛破开的肚子钻了出来，完全跟个没事鸟一样。就这样，他们成功除掉了龙尸，解除了瘟疫。回到这里，将拉夫塔利亚的外伤治好，菲洛才拿出了在龙肚里得到的一块紫色晶石。尚文用盾牌吞噬后，得到了一个等级不够的提示，只好先作罢。而那面不存在于面板里的愤怒之盾，控制不好的话，既会伤到自己，也会伤到同伴，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用。虽然拉夫塔利亚受的伤已经好了，但龙的诅咒还需要去王都的教会用圣水才能去除，于是他们只能暂且放下了行商之路，改为前往教会。在路途中，他们碰上了一个被一群菲洛鸟围住的紫发小姑娘，一见到菲洛就跟见了宝一样，吃了人家的零食，菲洛也和她成为了朋友，才知道原来小姑娘名为梅蒂，因为和菲洛鸟玩闹和护卫走散了，听说尚文要前往王都，所以拜托烧他一程。于是就这样，同行的人又多了一个，菲洛也找到了玩伴，路途上可高兴了。很快，他们来到了王都，菲洛送梅蒂回家，尚文则带着拉夫塔利亚去教会，花重金买到了圣水，终于放下心了。可谁知道，在路上又碰到了蠢货袁康，让尚文将手里的金发萝莉给放了，也就是菲洛。
有袁康在，那当然少不了麦英。可这个时候，梅蒂竟然出现，制止了争斗。原来梅蒂正是麦英的妹妹，同样是本国公主，轻松就替几人解了围。虽说梅蒂是二公主，但却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因为她姐姐麦英毛糙的性格不适合做王。在得知尚文是盾之勇者后，便提出想让尚文协助他，但被尚文直接回拒了。他可不想再被亡国的人骗第二次。被无情拒绝，梅蒂只好失落的回王国了。原来他死心回来的目的还有一个，便是替母亲劝解那位歧视盾之勇者的父王。但很显然，尚文已经对这个王国彻底失望了。已经达到转职等级的他们来到教会，却被告知国王禁止教会替盾之勇者转职，要想转职的话，就只能选择去别国的教会。可浪潮将至，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尚文只好替拉夫塔利亚和菲罗换了套顺手的装备，自己也加强了防御，还勉为其难地收下了一队曾经被他拯救的村子前来投靠的冒险者。当然，要是骗他的话，不会轻饶了他们。随着时间的流逝，第3轮浪潮终于降临了。这一次的敌人可没那么容易对付了。一众人在武器店老板的目送下进入了第3次浪潮。这一次的杂兵从骷髅变成了更灵敏的哥布林。有了那些冒险者的加入，这一次村庄营救计划就简单很多了。不过浪潮过去了3个小时，BOSS 战竟然还没有结束。恐生变故，尚文便带着拉夫塔利亚和菲洛赶往了主战场。这一次的 BOSS 似乎是一艘航行在天上的巨型鬼船，弓勇在地上从外部攻击鬼船，而剑勇和枪勇则在船上，一个对付骷髅船长，一个对付船尾的蛇头怪。搞了大半天都没解决，是因为这俩 BOSS 怎么砍似乎都能复活。这俩货意见不统一，还差点内讧了起来。关键时刻还是尚文站了出来，动动脑子就知道这鬼物得用魔法来处理，指挥着拉夫塔利亚使用了光魔法，将怪物的影子给照了出来，再攻击其影子。剑勇也反应过来，配合着一同攻击蛇头怪的影子，终于将大 BOSS 噬魂兽给逼了出来。只要解决了这东西，就能结束浪潮。一瞬间，剑勇雷鸣剑，弓勇雷之剑，枪勇雷光枪一起招呼了上去，结果连防都破不了。眼看着 BOSS 就要放大招了，尚文可顾不了别人，用盾护住了拉夫塔利亚和菲洛。一阵轰鸣过后，大部队全都躺下了。尚文自知再这么拖下去，村子那边也要坚持不住了，索性直接使出了愤怒之盾。因为吞噬了僵尸龙的核心，诅咒之力大幅度加强，就连曾吞下过僵尸龙核心的菲洛也受到影响，直接狂暴了起来。一人一鸟逐渐占据了上风。看着曾一度瞧不起的盾勇这么英勇，其他勇者再不爽也调整了状态上去帮忙了。而意识逐渐丧失的尚文，在经历了和同伴这么久的生活后，也压抑住了内心的仇恨，终于抑制住了愤怒之盾的反噬，接着一招盾牌囚笼困住噬魂兽，发动了诅咒系列的技能，刺穿一切的铁处女。长满铁刺的少女囚笼将噬魂兽吞噬，尚文手一握就将其 KO 掉了。但突然间一边哼声，一位黑衣少女出现在众人眼前，一脸不屑的嘲讽在场的勇者，但唯独挺认同这次表现优异的尚文。他自称名为格雷斯，是勇者的宿敌。真正的浪潮 BOSS 战现在才刚刚开始。一众人将黑衣女团团围住，剑弓枪3人各自使出了技能，可打在他身上就是听了个响。轮到黑衣女发动技能，在场除了尚文几人全都不堪一击。盾牌囚笼落下，瞬间被击破。拉夫塔利亚和菲洛的攻击也根本破不了防，而黑衣女随手扔出个技能，尚文都只得用盾牌囚笼才勉强防住。没别的招了，尚文又换出了愤怒之盾，一招就点燃了黑衣女，但仍然是个挠痒痒一样。接着又是盾牌囚笼加上铁处女的组合，这套连噬魂兽都能秒杀的连招，竟然还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可就在这时，船体突然一阵摇晃，黑衣女眉头一皱，自语道：“时间这么快就到了。”抓住这个空隙，拉夫塔利亚用光魔法遮蔽视线，菲洛带着他俩直接跳下船逃走了。时间一到，黑衣女被一道金光传回了自己的世界，浪潮也终于结束了。至于船上的人，黑衣女根本不看在眼里，才幸免于难。经过这一次的遭遇，尚文算是知道了，原来浪潮不仅仅是怪物入侵这么简单。总之，不管怎样，变强才是硬道理。在武器商人的推荐下，他们准备前往亚人的国度，在那里的教会进行转职。即刻出发，神鸟圣人车队再次起航。可没走多远，梅蒂竟然追了过来，想让尚文去和父王和解。但没想到梅蒂带来的侍卫竟然想刺杀他。尚文一瞬间就明白了，恐怕这又是一次计划好了的栽赃陷害。对付这些杂鱼，他们没花多少功夫就全打跑了。只不过临走前，那手拿水晶球的侍卫一脸冷笑，估计又得被拿回去做文章了。果然，那段被截取的视频被恶意修改，就变成了盾之恶魔劫持公主，并在各地大肆宣扬。他们一行人彻底沦为了过街老鼠。从抓住的侍卫口中，尚文也得知，原来一直在背后算计他的是名为三勇教的教会，一直都排斥盾之勇者。这下子想要出国就难了。不过梅蒂告诉几人，他的母后也就是本国女王陛下，权力比国王还大，他是主张拉拢盾之勇者的，只是现在不在王城里，所以邀请他们一块去见女王陛下。尚文同意后，几人连夜出发。可谁料还是被搜查的士兵发现了，最终被3名勇者截住。无奈之下，尚文只得用出了愤怒之盾，截断悬崖逃过了一劫。临走前，他将三勇教的事情告诉了剑勇，让他自己去调查，就什么都明白了。躲过了追捕，在第2天的路途上，梅蒂提出可以到附近他朋友的领地暂时歇歇脚。那个领主是收留亚人的大善人，绝对是可信的。于是几人就来到了那位领主的府上休息。的确没错，这位名为凡的领主是相信他们的，但隔壁的领主却不买账。
以搜查犯人为由抓走了领主。为了掩护几人，梅迪也站出来被他们带走了。可他并不知道，抓走他的领主竟然是三勇教的人，换句话说，也相当于卖鹰一边的人。眼看着梅迪就要遭到毒手，上文小分队趁着天黑直接杀进了城里，收拾了领主，将梅迪救了下来。然而拉夫塔利亚却突然发现，这个领主竟然就是曾经抓走他们一村人的罪魁祸首。曾经惨痛的回忆涌上心头，又想起可能还有亚人被关押在这里，于是处理掉这领主后，凭借着儿时的记忆，拉夫塔利亚带着众人来到了地牢里，竟然还真的找到了一起被关押在这里的儿时同伴。当然，也有人禁不住摧残，早已经化为了白骨。带着幸存者走出了地牢，他们这才发现那个掉下高楼的领主竟然还没死，并且狗急跳墙解除了被勇者封印在这里的魔物。当然，他的下场是被一脚踩成了肉泥。形似恐龙的魔物又给上文小队出了个难题，本想着先躲起来暂避锋芒，可谁知道似乎菲洛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恐龙，那家伙身体里也同样泛着紫光，将孩子们交给了樊领主带回去治疗。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便带着恐龙出城了，一直穿过森林来到一片湖泊旁，就准备迎战了。可一交手才发现，这恐龙根本不是他们能对付的。菲洛和拉夫塔利亚的攻击根本伤不到他，梅迪的水魔法也只是在挠痒痒，就连尚文也顶不住那恐怖的力量。就在正决定要不要使出愤怒之盾时，突然间一片迷雾笼罩而来，在森林里窜出了一群飞罗鸟，将恐龙团团围住。接着从湖中央飞出了一只堪比楼高的巨型飞罗鸟来，正是当代飞罗鸟女王。他是因为得知了菲洛这个幼年女王的诞生才前来帮忙的。尚文几人毫无办法的恐龙在其手下几个回合就被秒杀了。结束战斗后，他也变成了人类模样，告诉几人他名为菲托利亚，是统帅全世界飞罗鸟的女王。原来他也是被很早以前的盾之勇者培养出来的。他带着几人来到了飞罗鸟的圣域，这里是初始勇者所守护国家的旧址，是绝对安全的，让尚文几人在这里歇歇脚。吃过饭后，尚文在和女王的聊天中才得知，原来只有勇者才能培养出飞罗鸟女王来，并且更令他吃惊的是，原来不止他们这个国家有浪潮的袭击，其他地区也在被浪潮侵蚀。原本的计划是各个国家都召唤一名死神勇者，但这个国家的国王却将死勇者都召唤了。虽说女王不在乎人类的死活，但遵从原主人的意愿，她也和勇者一块拯救这个世界。可如果说四勇者还要继续内斗的话，他不建议亲手杀掉他们，再重新召唤勇者。而此刻，另一边的炼合术听了尚文的意见，已经开始调查三勇教，果然发现了问题。但麦英显然不会让他们如愿。第二天一早，没想到女王直接劫持了梅蒂作为人质，让菲洛和他单挑，赢了才能走人。这明显是在考验这新的女王候选人。一开始，菲洛用尽浑身解数都难以抗衡女王，但最终在尚文的鼓励下，他鼓起勇气，发起了自己最强的一击，终于以点破面，击碎了女王的防护罩，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一道血痕。能做到这一点，女王也放心了，正是赐予了菲洛女王的第一继承权。华丽的王冠由繁入简，变成了根呆毛。而尚文也为女王解放了菲洛鸟系列所有的盾牌，只要等级够了就能使用，并且还强化了他的铠甲，可以抑制一部分愤怒之盾的反噬，但还是建议少用为好。离开时，女王送了他们一辆新车，嘱咐尚文不要忘了和他的约定。于是接下来，尚文有了新的目标，洗清自己的冤屈，修复勇者间的矛盾，再然后一同对抗浪潮。不过首要任务还是前去面见女王陛下。可不出所料的是，在出国境的大门口，枪勇之带兵把守在这儿。本想和他好好沟通，却没想这货竟然说道要替剑和宫报仇，这种奇怪的话是要杀了尚文。不用说也知道，肯定又被蛊惑了。果然，坏女人麦英带着剑和宫的同伴走了出来，用一个结界将他们困住。一场不得不打的糊涂战打响了。经过了菲洛鸟女王的试炼，尚文小分队都变强了很多，对付枪勇这种货色还是很轻松的。但没料被身后的一群魔法师加强了圣气，一招强横的技能打在尚文的盾上，要不是梅蒂解围，尚文还真挡不住。看着对方用合体技，拉夫塔利亚也提出合体技，尚文的空气盾加上他的隐形，就变成了隐形盾，打了枪勇一个措手不及。紧接着，菲洛和梅蒂使出了风水合体技，化作一道水龙卷，将所有人都给打趴了。战斗虽然结束了，但菲洛却察觉到那群士兵全都不见了。这时他赶紧让尚文用愤怒之盾保护大家。尚文不明所以，但还是没犹豫，用盾牌牢笼将所有人都给关了起来，再用灵气盾作为二次防护挡在上面。就在他们搞不清楚状况时，天空中一道金光落下，瞬间破开了尚文的防护，最终还是他拼上性命才挡下了这道恐怖的攻击。几人抬头一看，原来想将他们一网打尽的竟是三勇教的教皇，就连曼英几人他也不想放过，准确说是四城勇者他们都不会放过。连王城都已经落入他们的手里，还美曰其名是为了世界好，典型的幕后大 boss 模范。到这个时候了，枪勇才知道自己被骗了，不过已经为时已晚。教皇手里拿着的正是几百年前遗失的四神武器的仿制品，只要下下大量魔法，就能发动毁灭性的力量。仅第一击，尚文就差点没防住。就在枪勇和尚文联手都快顶不住的时候，剑和弓竟然出现了。原来他们的确是在调查三勇教的时候差点被杀害，但最终被女王陛下的手下救了回来。这一刻，不管过程如何，尚文的冤屈终于是洗清了，但他还是将三勇者都臭骂了一遍。剑勇杀龙不善后导致瘟疫，弓勇起义换领主导致当地饥荒，枪勇就更不用说了，被那坏女人骗得团团转。
最后全都是他的擦屁股。臭骂了一番，算是发泄出来了。面对三勇家的攻击，尚文还是挡在所有人面前，因为不管如何，他也要遵守菲洛女王的约定，四勇者必须齐心合力才能对付浪潮。终于达成了统一战线，四勇者开始合力对付教皇。这教皇虽然只剩一人，但他身后有着一群教徒在用魔法强化和治疗他，这样打下去根本没个头，并且等头上的大型魔法成型，他们一个都逃不了。不再犹豫，尚文再次用出了愤怒之盾，但这一次在被心中的恶龙蛊惑之时，那些和同伴们的美好经历唤醒了他，是他们一步步将他从深渊拉了回来，所以这一刻他也要守护在他们身前。愤怒之盾在菲洛的风暴法加持下，化为一道火焰巨龙，将教皇淹没。就在这时，那神秘的女王陛下也出现了，抬手就是高级的冰魔法，将教皇冰封。再由尚文顶着被反噬的诅咒，使出了魔龙的力量，血之献祭，可以看作是加强版的铁处女，将教皇一口吞下，再然后拖进了血海里。这场大战终于结束了。事情结束后，尚文被女王带回了王国治疗，也替女王摆起了这个国家的遭遇。原来当初国王擅自招起了本应一国一位的四勇者，女王为了平息各国的情绪才奔走于各国，却没想到国王遭到三勇家的利用，陷害了尚文，才成了如今这副局面。为了还尚文一个公道，第二天女王就下令当众处置勾结逆子的国王和麦因，甚至给麦因刻下了奴隶文，一五一十的将罪行给全部公开了。勾结三勇教陷害遁世勇者，密谋除掉王国继承人等等罪行，被女王直接下令即刻执行死刑。可就在即将行刑之时，尚文还是心软了。反正恶人都当了这么久了，也习惯了，便提出让他俩背负罪行苟活下去。国王改名为人渣，公主则改名为婊子，算是惩罚了他们，也留了他们一条狗命。这件一直困扰着尚文的事情算是彻底结束了。曾受过尚文恩惠的人都前来祝贺，他摇身一变，从遁世恶魔变成了万人敬仰的勇者。从这一刻起，新的旅程也将正式拉开序幕。洗清了冤屈，第一件事便是来到教堂转职。可谁知道菲洛和拉夫塔利亚都因为特殊原因没能选择职业，尚文也没多纠结，因为女王陛下告诉他们，近期一座小岛上会有10年一度的经验值大幅上升的现象，于是他们即刻动身，必须赶在下一次浪潮前尽快提升等级。梅蒂还有王国的事就没有再跟随他们了，三人组驾着马车出发了。途中，拉夫塔利亚还顺道去祭拜了那些被折磨死去的新人们，然后一同乘上了和其他勇者同一批船登岛升级去了。在船上，尚文还认识了2个老实敦厚的冒险者，红发男叫阿库，蓝发妹叫阿丽。提议在上岛后组队刷怪。这座海岛上已经形成的城市，唯一的规则便是不能抢夺他人成果。简单了解后，几人便前往了岛内刷怪升级了。果然是10年难遇的升级日，随便一个气球怪都能获得不菲的经验。但刷着刷着，建功勇几人也冒出来抢地盘了。这种时节都是人多怪物少，懒得和他们争，尚文直接坐着小船去另外的刷机点去了。这个岛上的怪物要较为强烈点，不过相应的经验也更多。就这样，他们终于过上了正常冒险者的生活，刷了1天的怪，再去酒馆里和朋友喝点小酒，累了也能去沙滩上游泳晒太阳，生活是一片美好。但好景不长，几人在海底的遗迹里竟然发现了龙克沙漏，有沙漏的地方就有浪潮，并且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2天了。将情况告诉了其他人后，女王带着人马前来，开始了浪潮的准备工作。这一次的浪潮出现地点是在海上，将岛上的人都撤离后，尚文就可以专心应付 BOSS 战了，并且这一次还有额外的队友帮忙，这2人可比那几个猪队友靠谱多了。时间转瞬即逝，新的浪潮正式展开了。船队被传送到一片血海之上，这一次的杂兵是海洋怪物，将早已经准备好的高浓度酒扔进了海里，清理杂鱼的工作还算顺利，但很快就有强敌，不得不靠尚文前去对付。计策也很简单，菲洛带着尚文到海里去吸引怪物的仇恨，将怪物引出水面后，其他人进行集中攻击。但不出所料的是，3个猪队友的攻击连怪物防都破不了，反倒是被怪物反击损失了1艘船。最后还得是靠拉夫塔利奥用鱼枪盯住了怪物，再由尚文和菲洛牵制，阿库和阿丽用合体技才将怪物解决掉。可万万没想到，怪物的确是打倒了，但尚文好不容易相信一次的队友又跳槽了。原来阿库和阿丽都是来自其他世界的勇者，他们的世界也同样遭受着浪潮的侵蚀。不等他搞清楚状况，阿丽直接用大范围魔法将其他船只搞得一团糟，再配合着阿库和尚文小队展开了对战。阿库的钝器是100%比穿透伤害，非常克制尚文，两人的配合也相当默契，和尚文小队算是基本站了个平手。可就在这时，那个曾以一己之力差点单杀了他们4勇者的黑衣女格雷斯又出现了。果然，他们都是来自于同一个世界的。不过尚文小队也比之前强了太多，不会再被格雷斯单方面碾压了。这时尚文提出要和格雷斯单挑，阿库2人就交给了拉夫塔利亚他们。格雷斯告诉尚文，他是隔壁世界的眷属系持有者，善治勇者。虽然搞不懂什么叫眷属系，但和他打了几轮也基本能看出来，他手里的扇子估计和圣武器差不多，也能使用各种招式。不过善于切换盾牌形态的尚文很快就发现，格雷斯非常惧怕他能吸收蓝亮的噬魂之盾，别人是被吸蓝，而格雷斯就像是被吸了血一样，很快就不行了。本想放过他一马的尚文，却听格雷斯怒吼道，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要杀掉尚文，而尚文也必须这样做。这一刹那，尚文竟然看到了格雷斯的世界，
同样是在抵御着浪潮的侵蚀，所以他豁出性命也要为了自己的世界凯旋而归。而尚文也被激起了心中的情感，这个世界其实他一点都不想拯救，结束浪潮后他就会回到自己的世界，但为了阿夫塔利亚、菲洛、梅蒂这些相信他的人，他就算豁出性命也要守护他们。就在即将分出生死之际，阿库两人来到格雷斯圣前，阻止了他们，并表示时间已经到了，这一次就算尚文赢了，下一次再战。话音落下，他们就被传送回了自己的世界，这一次的浪潮也终于结束了。回归了平静生活后，尚文终于静下心来，仔细捋了捋。格雷斯和阿库他们的世界也遭受着浪潮的侵蚀，想要结束浪潮，就必须打倒其他世界的勇者。所以说，两个世界必须要有一个被毁灭嘛。当晚，一个绿头发妹子被菲洛从海里救回来，哭着说是被公之勇者冤枉赶出了队伍。尚文这才认出这妹子似乎在浪潮那天帮过他，所以欣然接受他进了队伍。从今天起，为了对抗浪潮，拯救这个世界，他所要面对的将会是另一个世界，所以多一个同伴就多一份胜算。为了奖赏尚文，女王将国境内的亚人自治区交给了尚文，也就是拉夫塔利亚亲人生活的地方。于是便决定了，今后将这里作为据点，复兴城市，再亲自培养属于他自己的队伍，让这里成为他们能抵御浪潮的坚实后盾。为了拯救这个欢声笑语的世界，尚文将继续前行下去。好了，到这里就是《盾之勇者生命录》第1季的全部内容了。尚文的故事还在继续，喜欢犀利讲解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你的点赞将决定该系列是否有后续的解说。如果反响还不错，麒麟将进行第2季以及漫画部分的解说。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我们下期见。